Hello， 我是 Harry。昨天的特斯拉暴涨了14%，美光却逆势上涨，成为当天最靓的仔。同样是明星科技股，为什么有的暴跌，有的逆势上涨？美光呢，在7月份经历了一轮大幅回调，这次的逆势上涨是不是意味着存储板块终于迎来了值得期待的加仓机会？那些追高被套的票能回本吗？特斯拉的暴跌是不是又给了我们难得的低位建仓机会呢？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会结合基本面、资金逻辑和技术面，带大家把这几只票全部拆开看。看完了你会知道特斯拉跌了该不该跑，谷歌跌到什么位置值得关注，美光这一波上涨还能不能够追，以及英伟达和英特尔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如果你手里正好也有这些股票，这期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们解读的不仅仅是几份财报或者是几根 K 线，而是涨跌背后的赚钱机会。马上开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斯拉。昨天呢，很多特斯拉的投资者可能真的跌懵了，股价呢单日下跌了14%。这种级别的跌幅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问题来了，现在到底怎么办？是赶紧跑，还是等着抄底，还是继续拿着不动？那 Harry 的观点是，先不要急着操作。特斯拉呢是一只有信仰的股票，所以在决定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一次到底为什么跌。我们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特斯拉的业务是不是很差？其实不是的啊，这个是 Harry 做的消息面笔记，发在社群当中啊。如果大家加入了，就能看到2季度呢，其实特斯拉的营收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市场为什么不买账呢？因为现在市场盯的已经不是营收，而是利润。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啊。打比方，你开了一家奶茶店，每天的营业额呢从10万涨到了20万，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但如果你的人工成本涨了，你的原材料成本涨了，房租涨了，最后真正能够落袋股东的反而变少了，那我会不会觉得这是一门好生意吗？可能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所以特斯拉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它的营收创了新高，但是它的 EPS 只有 0.33美元，明显的低于这个市场预期。简单来说啊，就是车卖的更多了，但是每卖一辆车，真正留下来的利润却变少了，这个是市场不满意的地方。好，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营收增长了，利润反而下降呢？答案就是很大一部分的投入是在 AI 和机器人身上。现在这个时代呢，所有的科技巨头都绕不开 AI， 而特斯拉投入的东西呢，比普通公司更加的激进啊，包括Robotaxi， 包括自动驾驶以及人形机器人，对吧？还有未来的 AI 芯片，这些项目啊，没有一个是不烧钱的主。现在呢，整个市场看待特斯拉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呢，可能把特斯拉当成一家汽车公司，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它看成一家 AI 机器人和自动驾驶公司。从长期来看呢，这些项目很可能改变特斯拉的未来，但是从短期来看啊，投资者看到的是利润下降以及现金流承压的问题。而这些 AI 项目呢，目前还没有贡献足够的利润。这就好比你把我投资公司的钱全部拿去研发一个未来可能赚钱的新业务，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赚钱，甚至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赚钱啊。作为股东，我当然是担心的。所以呢，市场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特斯拉有没有未来，而是这个未来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兑现。这也是特斯拉的估值一直存在巨大争议的原因。因为一家汽车公司和一家 AI 机器人公司本来就是2套完全不同的估值体系。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技术面。这一次呢，特斯拉的下跌已经非常明显了啊，这种级别已经出现了白 K， 在我们过去研究的热门的科技股当中，其实并不常见啊。特斯拉这一次出现这种 K 线，说明已经不是普通的技术性回调，而是基本面、消息面引发的重新定价。所以，如果你问我啊，特斯拉的底在哪？我会告诉你，没有人知道，因为刚刚才跌1天啊，我们就直接去猜底，意义不大。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参考位呢，那我个人会比较重点的关注300美元附近，也就是这个前低点的位置。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啊，300美元呢，并不是说到了这里一定会涨，而是说如果特斯拉长期的逻辑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么300美元附近可能会逐渐的进入一个值得观察的区域。尤其是对于那些真正相信马斯克相信这个 Robotaxi 的人这个位置呢可以开始关注了。但现在呢，没有到这么着急抄底的时候，因为财报季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科技公司公布财报，
那如果整个科技板块继续承压，那特斯拉也很难独善其身。好，另外呢，针对普通投资者我认为可以用排除法来做一个选择第一加仓，第二卖出，第三继续持有。那我的观点是，暂时排除第一个因为基本面还在重新定价，我们还不知道市场最终把特斯拉的估值打到什么位置。第二个，如果你已经不再相信特斯拉未来的 AI 自动驾驶故事，那当然可以考虑离场。但如果你依然认为特斯拉是一家伟大的科技公司，他所说的画的那些饼最终都有机会兑现，那包括我个人的选择更倾向于第三个，就是先扛住，先观察，不要急着动。因为呢，在过往的这个走势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特斯拉是一个典型的高波动、高预期的股票，它的股性非常强跌起来可能很猛。但如果未来，比如马斯克突然间宣布了某某项目的最新的进展，那市场的情绪呢可能瞬间的反转。所以对于特斯拉呢，现在不是最好的加仓位置，也不是必须恐慌离场的位置，先观察那如果未来跌到了$300附近，再结合基本面和市场的情绪重新评估，这个是相对比较理性的方式。那至于后面的走势呢 ，Harry 也会在社群当中及时的做出提醒。如果你想第一时间进行跟踪，也可以点击评论区置顶位置，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做好观察。好，这个是关于特斯拉。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谷歌。如果单纯的比较财报呢，谷歌其实比特斯拉漂亮很多它的这个云业务的增长很强劲，包括它的 AI 业务持续增长等等的。那谷歌的 AI 故事和特斯拉完全不一样。特斯拉呢是今天花钱赌未来，但谷歌已经开始用 AI 创收了这是两家公司最大的区别。但是呢，问题来了，为什么谷歌的财报这么好依然市场不买账？因为呢，华尔街现在开始算另外一笔账，这一笔账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为了赚这些钱，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反正就是很难伺候。谷歌呢，现在最大的压力是这个资本的开支，它的单季度资本开支大约是在$449亿。同时呢，公司还提高了全年的资本的开支的预算，这就意味着谷歌没有放弃 AI， 恰恰相反，它可能投入的更多数据中心要建， AI 芯片要买，算力要增加等等的。所以呢，市场现在不是担心 AI 失败，而是担心它投入的这个钱未来能不能够赚回来。这个就是这个 ROI 的问题，就是投资回报率的问题。所以呢，特斯拉和谷歌现在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谷歌的技术面。这次财报之后呢，它的跌幅非常明显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就是蓝 K 加上钱袋子，已经快打到了下方310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未来能够形成有效支撑，对于长期看好谷歌的人来说应该是可以考虑分批建仓了。我印象当中巴菲特就是在310的位置买的谷歌，但是我依然不建议现在一次性重仓，因为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科技巨头的财报，如果整个纳指继续向下，谷歌也很有可能受到拖累。所以呢，更合理的方式呢是分批第一笔观察，如果继续下跌，再来看第二个位置。如果市场呢确定企稳，我们再来增加仓位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即使你判断错了，也还有调整的空间。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精准的抄到底所谓的抄底呢，很多时候只是事后看起来像抄到底。我们真正能够做的，就是在相对有安全边际的位置开始建仓，这才是现实当中的投资逻辑。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昨天最有意思的一只股票美光。昨天呢是大盘在跌，特斯拉、谷歌都在跌，但是美光却逆势上涨。其实呢，你只要听懂了前面两个公司的逻辑呢，就很好理解之前呢，整个市场担心 AI 的投入太大资本开支太高，投入产出比不够。如果科技巨头未来减少 AI 的投入，像美光这样的存储芯片公司当然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整个市场一直担心AI 投资会不会放缓。但是呢，谷歌的这次财报呢，告诉市场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 ：AI 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要继续加大投入。这就意味着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的需求还在，而像服务器除了 GPU 之外，还需要大量的高性能的存储，尤其是 HBM 高性能的等等的一系列产品。所以昨天呢，市场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谷歌在跌，但是对于美光这样的存储芯片公司，却意味着更多的订单和需求，所以它在涨。这是一个蝴蝶效应连锁反应，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光的基本面。
美光的前期缺口位置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啊，我们之前也说过，短期呢重点关注上方1010以及1035，就是前方小阶段高点之间形成的压力区间。现在呢，股价已经来到了990啊，收盘是在990附近啊。如果能够放量的突破这个位置，那么趋势可能进一步的打开。但现在的问题呢也很明显啊，美光呢已经连续上涨了好多天了，短期的涨幅不小，而且呢成交量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放大，甚至是出现了量价背离的这样一种状况。一旦出现这样的形态啊，往往意味着后续还有回调的可能。所以呢，目前上涨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市场情绪的推动，而不一定是大量的新增资金真正入场。那从技术面来看呢，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够直接的确认美光已经完全的趋势反转。我们可以再结合 MACD 的形态来看一下啊，目前的 MACD 呢虽然已经出现了快线向上拐头，但仍然是处在水下偏弱的区域。再加上呢，现在的成交量呢没有明显的放大啊，所以 Harry 的判断，美光目前更适合观察，而不是急着追高。如果后续呢能够放量的突破这些位置啊，并且站稳，那么趋势确认的概率就会更高。如果在这些地方突破失败，仍然要防止再一次的回踩。所以呢，基本面偏积极，但是技术面需要等待确认啊，这个可能是目前对于美光比较客观的一个判断。好，在这样的趋势下呢，我们如何把握住趋势交易的信号？如果你在交易过程当中也有这方面的疑惑，可以加入到我们内部课程的交流当中。下周呢，我们课程的主题是在大跌之下美股趋势交易如何把握，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学习。OK，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2支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在上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一根上下影线都比较长的 K 线，这根 K 线的实体部分啊，全部被包裹在了前一个交易日的实体的范围内。这一根大阳线呢，是一根反攻阳线啊，形成了比较标准的晕线结构。对于这种形态来说呢，母线的上方和下方都比较的关键啊，一旦被突破啊，就证明了方向进行选择，下方靠近子带的上沿部分形成了支撑，而上方呢接近了前一阶段的小高点，前方呢这个地方还有一根黄 K， 预示着在这个地方啊有高压预警。好，如果拉长来看，上方啊是无人区啊，短期来看啊，$214是多方连续2次尝试突破，但又被拉回来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点位值得关注。因为呢，英伟达近期利好不少啊。7月22号，也就是对应的这根大阳线出现的地方，它释放了相关的利好的消息。它的 AI 算力竞争从单纯追求性能转向更加的关注单位成本和效率，所以呢，这根大阳线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如果接下来能够放量的突破214这个高点啊，基本面利好才可能真正的转化成新一轮的上涨。但目前呢，还有一个问题啊，下方这个成交量比较平，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增量资金的进入。再加上呢，现在市场还在等待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逐渐明朗啊，包括财报，包括这个宏观政策啊，下周的这个美联储会议以及地缘的局势等等，所以整个市场偏向于观望。那既然市场选择观望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啊，因为手痒在这个地方贸贸然的冲进去。那对于英伟达呢，我现在的观点同样是先观察，如果接下来能够放量突破$214，并且站稳啊，那么就说明背后的上涨逻辑依然很强，后续呢进一步打开上方空间的概率就会增加。但如果迟迟无法突破$214，那么短期还会继续震荡，甚至是向下回踩。所以目前呢，英伟达最重要的不是猜它明天涨还是跌，而是盯紧了205以及214的位置，下方看支撑，上方看突破，等待这个市场呢给我们答案。好，另外呢，还有同学问到啊，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埋伏啊？虽然205是一个支撑点啊，但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趋势的点。如果要有动作啊，Harry认为至少要跌破202的位置，也就是子带下方以及 K 线前期密集支撑的地方。如果跌破202，选择出场一部分，或者继续等待更低的位置都可以。如果你选择了出场一部分啊，等到下方靠近190附近再来加仓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选择不动，那就先保持观望。好，这个是关于英伟达。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英特尔。英特尔呢，昨天财报公布之后，盘后一度上涨了5%。这一次财报呢，确实比较亮眼啊，不管是营收的增长、数据中心的业务表现啊，还有这个毛利率的提升，都给了市场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但在这里呢 ，Harry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逻辑啊，好公司不等于好买点。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公司，但很多投资者啊在追这些大公司的过程当中却没有赚到钱。因为呢，当一家公司的基本面越来越好，市场对它的预期也会越来越高啊。比如英特尔今年以来的这个股价已经上涨了3倍多，市场呢其实早就知道它的业务在改善，也知道 AI 的服务器的需求在增长，于是呢一部分对于未来的美好预期可能早就提前反映在股价当中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利好兑现。所以呢，现在真正决定股价的已经不再是这家公司好不好，而是它到底有没有好到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财报这么漂亮，盘后的涨幅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下技术面的分析啊，重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前期的这些高点位置能不能够真正收复。目前呢，109到110吧，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区间啊。这里呢，既是 TD 序列当中9号 K 线的关键位置。9号 K 线呢，在实际运用当中，往往预判着整个趋势的延续性。同时，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啊，也是前期高点和缺口下方的压力区间。所以呢，接下来我们重点观察一个问题：英特尔能不能够放量的突破$110？如果能够放量突破并且站稳，那么上涨趋势呢可能进一步得到确认，后续呢可以关注上方更大的这个缺口的位置。但是 Harry 认为短期想要直接的突破这个地方难度不小啊，因为一方面这个缺口呢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从目前的趋势工具来看，英特尔整体仍处在下降趋势当中。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看到财报好就马上追进去，而是等待这个价格真正突破了关键的压力位，用市场的走势来验证基本面。好，那说回到操作问题，如果你的手里已经有了英特尔的仓位，那么$110附近可以重点观察啊。如果股价到了这些位置出现了明显的见顶的信号，或者出现冲高回落那么可以考虑先做一部分的止盈或者降低仓位。但是呢，如果股价能够非常强势的站上这个位置，并且连续3天3个交易日都能够稳住，那我们再重新评估后面的上涨空间。那我个人呢更倾向于在关键的压力位适当的落袋一部分利润到了这个位置出场，或者是到了这个高点再出场一部分因为上方的这个压力很大。反过来，如果英特尔的突破失败往下落了，那么股价呢就很有可能重新的回落到下方的支撑区域，那么反而可以重新寻找机会比如说90这个前低点，以及我们系统给到的一个支撑位97，在这个区间内找支撑位。如果股价到了这些地方明显的出现了止跌信号同时基本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位置可以重新评估分批的考虑加仓。那整体来看呢，英特尔的目前的逻辑呢非常简单财报很好，但是呢股价已经提前涨了很多，$110附近看突破，90到97的这个区间看支撑有仓位的关键压力位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止盈，没有仓位的不要因为财报漂亮就贸然的追高，等待市场第2轮确认趋势之后再做决定。这个呢就是英伟达和英特尔目前最大的区别。英伟达呢上方重点看$214能不能够突破，而英特尔上方呢重点要看110和117这些位置有没有止盈的信号。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最重要的永远不是预测市场，而是提前找到一些关键的位置，然后等待这个市场这些 K 线的信号告诉我们答案。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如果有想要讨论的话题或者想要跟的票不妨在评论区打出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在这个市场当中找好节奏。好，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